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绍峰爱上赵丽颖是我的宿命，离开赵丽颖是我的解脱，缘分天注定，人生如戏，没想到我们的故事会以这样的方式画上句点。记得那是2018年的春天，知否知否剧组第一次碰头会，你一袭白裙，清新脱俗，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等了半辈子的姑娘。拍摄期间，你专注认真的样子让我着迷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到位。你总是第一个到片场，最后一个离开。即便是零下的天气，也从不喊苦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着你。你笑起来的样子，让我想起江南的春天。终于在一个月色很美的晚上，我鼓起勇气向你表白。你害羞地低下头，轻声说了句好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2018年10月16日。我们领证结婚，微博一发，瞬间沸腾，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，说我们是神仙眷侣。蜜月期间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马尔代夫的海边，巴黎的铁塔下，威尼斯的贡多拉上。你总说想要一个温馨的家，于是我们精心布置了新房，选择了每一件家具。2019年3月8日。你给了我最好的礼物，我们的儿子降临了。看着你挺着大肚子的样子，我心疼却又幸福。产房外的等待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时刻。当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我热泪盈眶。你说要做一个好妈妈，于是放下所有工作，专心相夫教子。我以为这就是完美的人生，然而生活从来都不是童话。柴米油盐的日常，让我们渐渐发现彼此的不同。你喜欢安静，我却向往热闹；你习惯早睡，我却总是工作到深夜。你想要一个简单的生活，我却放不下事业的追求。渐渐的，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，即便面对面坐着，也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。2023年4月，我们平和地决定离婚。没有撕心裂肺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就像风停了，雨住了。你说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说谢谢你曾经爱我。也许相爱是宿命，分开是解脱。这4年的婚姻像一场美丽的梦，醒来后我依然感激遇见你，感谢你给我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感谢你给我一个可爱的儿子。现在的你依然是那个光芒四射的赵丽颖，而我也在继续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人生。也许多年后回首，我们会发现，相爱是上天最好的安排，分开是生命最大的慈悲。就像春去秋来，潮起潮落，我们都在各自的生命里茁壮成长，绽放光彩。愿你安好，我的宿命，我的解脱。最后想说，爱过，值得；离开，无憾，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最美的意外。离婚3年后，再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处境，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离婚3年了。2021年4月23日，这对昔日的神仙眷侣宣布离婚。当时可谓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离婚后，两人都选择了沉默，专注各自的事业和生活。但3年过去了，命运的齿轮却将他们推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赵丽颖这3年的发展。2021年下半年，她主演的《叛逆者》收视率破2，演技获得观众一致好评。2022年，她在《与君初相识》中饰演的云香，再次展现了她细腻的演技功底。去年，她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更是收获了超高口碑，
被誉为年度最佳电视剧之一。今年，她的新剧《宁安如梦》再次成为收视黑马，稳居各大平台热搜榜前列。不仅是电视剧，赵丽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圈粉无数。中餐厅第7季中，她的亲和力和工作态度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商业价值方面，她依然是各大品牌的宠儿。据统计，仅2023年，她就接下了超过10个国际一线品牌的代言。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，她的排名始终稳居前10。而在个人生活方面，赵丽颖更是活出了令人羡慕的状态。独自带娃的她不仅没有被单亲妈妈的身份限制，反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。社交平台上，她不时分享带儿子游玩的温馨日常。粉丝们都说，颖宝现在的状态太棒了，离婚反而让她活得更自在了。再来看看冯绍峰这3年的处境，说实话，似乎有点令人唏嘘。自从2021年9周缥缈录收视口碑双扑街后，他的演艺事业就陷入了低谷。这3年，他主演的作品寥寥无几，且几乎都是网络剧。2022年的《星汉灿烂》虽然有一定关注度，但评价并不高。2023年的新剧《长相思》更是口碑崩塌，被观众吐槽演技退步。商业代言方面，冯绍峰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。曾经的代言王，如今只剩下几个地方品牌的广告。个人生活方面，他似乎也陷入了迷茫。偶尔被媒体拍到的街拍照片中，他显得憔悴了许多。粉丝们心疼地说：“峰哥这几年是不是太累了？”对比两人的现状，差距确实有点大。赵丽颖依然是那个光芒四射的颖宝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而冯绍峰却仿佛迷失在了娱乐圈的迷宫中。从数据上看，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距。赵丽颖的微博粉丝已突破1.3亿，是当之无愧的流量女王，而冯绍峰的粉丝数量停留在3000多万，且活跃度不高。电视剧方面，赵丽颖的作品平均收视率保持在2以上，冯绍峰近期作品的播放量却难以突破1亿。代言收入方面，据业内统计，赵丽颖的年收入超过2亿，而冯绍峰的商业价值已大不如前。这样的差距或许源于两人离婚后的不同选择。赵丽颖选择积极进取，不断突破自我。她说：“人生就是不断成长的过程，我永远相信未来会更好。”而冯绍峰似乎陷入了某种惯性，难以突破自我。有媒体评论说，离婚对于女艺人来说未必是坏事，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心态。确实，离婚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，而不是终点。赵丽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女人离婚后一样可以活得精彩。而冯绍峰的现状则提醒我们，停滞不前才是最大的危机。3年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活出自己的人生才是最美的风景。正如赵丽颖在采访中说的：“我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无问西东。”这或许就是她能够在离婚后依然闪耀的秘诀吧。